俄罗斯军队摧毁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效果尴尬。如果换成解放军，会怎么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最近在基辅上演了俄罗斯与西方的高技术兵器的大对决，也就是爱国者3防空武器系统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较量。最终双方可以说是打成了一个平局。虽然俄罗斯的匕首成功突破了爱国者的防线，而且呢，爱国者的2辆发射车立即打光了价值1亿多美元的导弹，最后仍然受到损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分散部署到几公里的范围内，光靠1枚突防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乌克兰和美国随后的确认，爱国者仍然处于战备状态，甚至都不需要拉回美国进行维修。可见双方完成的这次对决仅仅是一场导弹消耗战，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如果我们要被迫通过武力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台军同样装备的爱国者2和爱国者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站在解放军完成统一的角度来看，如何打击台军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高效打击爱国者系统离不开预警机、卫星、侦察机的情报支援，也就是要标定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发射车、指挥车、有源相控阵雷达车的位置。从俄罗斯军队打击基辅的情况来看，他们大概只知道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大概位置，而不是精确坐标。爱国者属于固定位置发射的要地防空武器系统，其软肋是雷达系统发射的电磁波，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所在。如果对手探测到雷达波的频率，并实时测算其坐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发起打击之前，可以先发射诱饵弹，可以诱使爱国者系统打开雷达发射导弹，以获取更多有效的情报信息。其次，如果拿到了爱国者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精确坐标，那么解放军发起打击的选择手段有好几种。第一，东风时期利用高超音速导弹的弹道不可预测性以及末端接近10马赫的速度，直接对其进行摧毁。二是使用巡飞弹或自杀式无人机对其进行打击。基于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地面发射车有一定的隐蔽措施，发射巡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通过对末端目标的识别和打击，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爱国者防空武器系统并没有对付低小慢目标的能力，而且呢，即使是发现了目标，也无法发射导弹，因为消耗不起。解放军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不是伊朗的沙赫德136这种水平，我们是具备末端红外成像或者是电势制导的。如果巡飞弹配备了反辐射导引头，还能进一步的压制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雷达，让其几乎无法正常工作。第三，发射远程火箭炮弹，对爱国者导弹阵地进行火力覆盖。爱国者导弹发射车一般会部署在2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正好是我军远火的攻击范围。如果远火发射子母弹或者是末敏弹，那么台军的爱国者导弹武器系统就有可能会成为我军大范围火力覆盖的靶子。当然，大陆的远火也具备精确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发射少量的火箭弹就将问题解决了。第四，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携带精确制导弹药，对敌方的地空导弹阵地进行精确的探测和精确的打击。第五，还需要派出相关的侦察平台，对打击效果进行评估。除此之外，解放军还可以先期出动无侦7、无侦8以及其他类型的无人侦察机，对爱国者导弹阵地进行事先侦察以及事后的战果评估，然后制定2次打击的战法。可以说每个环节都同样重要。如果我们对比俄罗斯军队的表现，
在打击爱国者阵地时，存在着态势感知能力差，缺少电子侦察手段，缺乏反辐射导弹，缺乏巡飞弹和察打一体无人机，还缺少对打击效果的评估，而且俄军还没有连续打击的火力准备。总体而言，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是一种使用成本高又无法快速移动的要地防空系统，其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要打击爱国者防空系统，最重要的不是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而是要有足够好的情报侦察和电战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足够强大的火力，需要大量具备末端成像制导的导弹、反辐射导弹和末敏弹。俄罗斯军队很难办到的，在解放军这里选择非常多，因此打起来也非常简单。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